川普持续影响着全世界，在国内的政治部分呢，他同样上次不是突然出兵到 LA 去对国民兵来进行要求国民兵进去做镇压吗？今天也是突然哦，派了800名国民兵进驻到华盛顿特区，发生什么事？听听川普自己怎么说。Today we're formally declaring a public safety emergency. This is an emergency. This is a tragic emergency. This is Liberation Day in D.C. and we're going to take our capital back. We're taking it back. 如果光听他讲，你会不会以为 emergency？ 那夺回来为什么？难道我们被占领了吗？其实不是到底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史上第一次毫无任何紧急状态，却派出国民兵去进驻的一次记录。理由什么？这有公共安全紧急状态，那有暴力。我们的首都被暴力帮派和嗜血罪犯占领，意思就是治安太差了啦，治安太差，要派国民兵进驻，然后呢，宣布部署国民兵在华盛顿特区接管首都警察局哦，然后扫荡街友啦，搞了半天也不是真的是帮派啦，嗜血罪犯。要扫荡街友啦，这是川普派给国民兵的任务。登上了微博的时候，第2名，川普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况。他甚至站在这个街头的墙上，他有那种感觉。他说他感到很尴尬，尴尬什么？因为不喜欢站在这里评论曾经美丽的首都现在有多不安全，多么的肮脏。最无法忍受的是街头上到处都是涂鸦，但是别担心，我们很快、非常快速的就会清理干净。所以我们差点以为国民兵是用来不是要扫荡街友，是扫荡涂鸦是来帮忙涂墙壁的。没有，他显然现在最重要的是所谓治安不好，他认为是街友的问题，而且市容不好看，要把街友用国民兵给清了。那么接下来中美的关税问题呢？当然全世界都在看，已经展延90天了，我们已经遥遥无期，说还要争取还要谈，但永远不知道进度。美中马上有没有见面的机会？而且直接川普再次的宣布延长90天的宽限期。那么接下来还有他签行政命令之外呢，也还加码证实说，在黄金的部分不会被课税。哇，这个真的是川普投顾想要什么涨就什么涨，那什么跌就什么跌。当然黄金今天是价跌了，但是不课税的原因，当然也就交易就更长网嘛。那这个都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策略思考，跟他的口袋里的钱有关系啊。那到底关税休兵到期之后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至少持续对话，没有对撞。中国大陆驻美国的大使谢峰说，政治逆风挡不住人民友好差异分歧不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他们讲话都有组装句中美和平共处是理所当然，所以平等尊重是交往前提真希望我们官员也能够这样讲，对话合作是唯一的正解。看起来双方合作是有契机的，但川普国内就痛批啦，很多经济学家就在批评他。那克鲁曼是我们读过很多经济学里面，而且是大家平民都会读的苹果橘子经济学做了很多的批评，认为川普会造成整个美国经济的大崩坏，他很生气。川普看到了，他就特别去批评发文，批评经济学家耶，以前批评记者批评官员、企业家，现在连学者他都要批评。他说呢，克鲁曼从他2016年取得重大的选举胜利以来，就一直在预测经济末日。他是疯子他是反对川普的疯子而已错过了史上最佳市场。他说起诉他们，会不会像我们台湾一样？到底会不会有比得上台湾吗？就可以直接把他抓起来，关起来，关1年以上不知道。那他还说，克鲁曼直接回应总统说，如果你知道真的懂这些就业报告怎么编的，你就会看到川普只是为了不喜欢的数字或事实，就会声称这是针对他的阴谋。目前克鲁曼也已经把失心疯的废柴加入个人的简介里面了，因为这是川普给他的一个冠冕，叫做这个失心疯的废柴。好，那川普态度呢，其实很清楚为什么前一节我们记者问我们谈判代表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赖总统亲自去跟川普谈呢？因为现在几个国家的例子，还有连企业都是这样，只要能够川普对上话，马上就可以逆转他不是曾经点名 Intel 的陈立武董事长亲中不行，要求他立刻下台，这也是从来没有过一个总统去干预人家民间企业的领导人是谁嘛？结果呢，这个很厉害
他跟这个 Intel 的陈立武真的匆匆的进到了白宫，跟他亲密的对话之后，他变了。他说这次的对话非常的有趣哦。那 Intel 当然说陈先生有幸跟川普见面呢，也有坦诚建设性的讨论。那出来了之后，川普直接说，这位陈立武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然后整个论述变了，所以只要川普喜欢概念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领导人，是不是好的这个企业家，马上就变了。美国需不需要 Intel？ 前执行长点出了翻身的关键，因为它已经到了谷底。但是 Intel 因为是唯一一家能够提供本土美国最先进晶片制程的公司，美国公司这是重点，所以只要有任何可能机会，包括把台积电给并进来还是才投进来，不知道，反正只有一线生机，就是川普现在看中 Intel 的原因。而轰川普叫做拙劣霸气吗？这个是创投的人士去挺陈立武的，他说在现在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啦，报复意味啦。但显然现在陈立武已经获得了川普的青睐，而传 Intel 延后会量产18A 的制程晶片。先前一直认为这个良率很不佳，而且已经失败。那现在要往后延，外媒解读说焉知非福，时程往后延，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技术准备引进来嘛？这个都是川普心中的盘算的一环。戴老师，动不动就使用国民警卫队进入一个地方，现在进入到华盛顿特区，要把美国搞成一个军管一个美国吗？我觉得这个是适当的吗？很明显，答案是不是，很不适当。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还有美国的广大的公民，真的不要允许你们的总统再动不动就用军事管制，就用国民警卫队来去接管警察所能够做的事。治安、内政还是由警察来做，军队负责打仗，没有必要去内部的所有的事都由这个军队来做，其实危险啊。我觉得美国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做下去真的很危险。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其实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4月2号解放日开始，中美的这个贸易对抗、贸易战争就整个炸开了。那有了日内瓦会议，其实就是美国打不下去了嘛，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也就是因为一打的时候，美国的股汇债市3市都重挫，这个一般来讲，股汇债市都重挫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就撑不住了。川普吓到了，吓到以后，他知道要赶快收手了，所以才会有日内瓦会谈。那也就是双方都休兵。那休兵完，接着又开始打另外一个战争，就是科技战、禁止战争。中国大陆就稀土就寄出来了。好，美国也打不下去了。所以才会有伦敦会谈。那伦敦会谈谈完以后，时间已经快到了，8月10号12号就到期了，也就是暂时休兵的90天到期。所以美国要求又到斯德哥尔摩再谈。那我们就已经看出来了，也就是这个休兵一定会继续进行，就是在90天。但是美国又开始故作聪明了，其实我把它称之为这叫雕虫小技。美国又开始说：“哎呀，我们这个会不会再延90天？要特朗普总统批准才可以。”好，这个时候你看，他说：“如果你中国大陆继续向俄国买原油，我们的2级制裁一定会对你。然后你继续买的话，这个最少是80%的关税。”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就回应美国了，就是说试看看，我该买我就买，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要打贸易战，那就继续打。好，贝森特就出来打圆场，说没有那么凶了。接着范斯又暗示说：“我们对印度都已经做了，因为他是印度女婿嘛，所以我们对中国大陆也可能这么做。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个贸易战要停了，要重新开始了。”结果到最后，你看，川普在签字的前1天又放出一个说：“你买我大豆4倍。”也没听到中国大陆有任何回应啊，那就等到最后等不到了，最后前几个小时他签署了，说续延90天，这叫做什么？早就看出你的手脚了，所以这种雕虫小技演不出什么花样来，不要再演了，再演就显得你自己的无知了。
因为老师从他不管是国内的政治的处理，现在国民兵又进驻特区或者是国际上面的谈判的处理，其实真的都是有一个特色，专门柿子挑软的吃，几乎也是一致，从内到外一贯的逻辑。这个美国有个特色，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 downtown 是不能去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的话呢，买房子买 location 都是人最多的地方。美国刚好相反，美国的话喜欢住 suburb 就是说是所谓偏郊一点的。住在洛杉矶的人，宁可每天早上开2个小时车到上班地点，再开2个小时回来，他也要住在那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美国的 downtown 基本上的话呢，房价低啊，阶级低啊，然后那个游民多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我觉得动用国民兵啊来处理这个涂鸦的事情啊，其实讲起来杀鸡焉用牛刀了。这个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说川普这个人呢，他的眼中啊就容不下杂质了。跟某位领导人很像了啊！就其实一个民主社会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多元的发展嘛，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克鲁曼对于这个川普的这个批评，川普的反批评啊，我觉得有一点没意义啊，因为这个人家克鲁曼是经济学奖得主嘛，讲到是经济，那川普讲说你每次都说我不行什么的，结果你就讲了个半天啊！但是我要讲克鲁曼这边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前不久的话了，5月份、6月份的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人口啊，请大家记住啊，这个原来的话呢，5月份的话呢，讲的是好像是16万人啊，结果下修的结果变成了1.9万人啊，结果改的不是数字啊，改的是小数点的位置啊，然后呢，6月份更惨了，就是14万人，然后变成1.4万人，下滑了90%啊，吓死人！对，吓死了。这个我讲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例子啊。所以说，克鲁曼讲的是这件事情啊，要让大家非常了解啊，这个事情的实际上的情况，就是说，美国的话，如果说你的非农就业人口的数字可以改成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整个样本出现的过程就有问题。那大家都知道，美国包含联准会的利率都是按照非农就业人数来做调整的。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呢，川普自己是搞砸了。他听到一个参议员讲话，就说要把那个陈立武开除。陈立武何等人也啊！陈立武原来在美国旧金山的，我最近打电话问我旧金山朋友，他是这个4大投资天王之一啊，他自己就是做风险投资的。那有大陆的公司是很正常的嘛，风险投资的历程。所以另外一个这个风险投资的人就跟他讲说，你根本都搞错。那川普后来临时发觉自己搞错了，所以马上把他叫过来，跟他讲一下啊，没有叫你辞职啊什么的。这救英特尔的方法只有一点，但是很难了，就是叫台积电跟他合并啊，就变成这个英特尔变成这个美积电之后呢，就是变成那个美基尔，就是变成这样子的情况下啊，否则的话呢，绝无可能，因为按照美国现在这种搞法是不行的了。因为看黄仁勋辉达的做法是就让川普抽成15%，哦，原来这么有办法，是因为这个抽成，我不知道陈立武还有没有做什么。我觉得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来讲的话，昨天回力标就出现了打到川普身上。昨天我看到一则川普自己的推文，他写给习近平的，上面怎么写的？这我知道你们中国现在缺黄豆缺大豆，我美国有很好的大豆，那我希望你跟我们来买4倍的价格来买4倍的数量来买。然后最后还附上一句，最后写上谢谢习主席我觉得习近平应该回他，对不对？这个谢谢问候，我们再联络这个你现在美国就现在面临所谓关税，你现在那些大豆的豆农都是你的这个选票的选民那你现在也感受到说这些农民来讲，他种的大豆，他每年固定中国可以采购这个30以上是跟你美国采购，那现在中国不跟你采购，改去跟巴西采购，你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底下这些农民，因为他种了大豆，他卖不出去，对他的生活影响有多大，会跟你政府complain。那同样道理，其他国家当初因为你美国需要，所以我在这边开设了工厂，招募了员工，训练员工会生产这些你所需要，不管是纺织品或者五金工具或干嘛。那现在卖到你那边，你现在用关税来让我没有东西这个不好卖进去，那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自己这个人民的生活，或者造成他的失业？就像我们台湾现在所面临的难题在这边嘛，这个20%如果再加上叠加关税来讲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一般的劳工会面临很大的困境？那川普来讲他借着公共紧急状态
这个为非作歹，应该要很紧急，可已经是这个紧30次了。对，我跟你讲，已经30次了。他从关税开始，他就说国家紧急状态，对不对？上次你记不记得，他是用陆战队进入洛城，就对付的是什么？是那些这个移民。对，这次来讲，用国民兵对付那些这个游民，看起来是皆有。我笑你川普，你不会就是一个俗辣嘛？你只会用一些军队、用一些暴力武力来欺负这些最底下最基层的游民或者是这个移民来讲。等于你显不出你这个美国牛仔的英雄好汉的气魄。所以欺负台湾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好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就这样。中国大陆最新的画面带给大家看的是，昨天晚上呢，央视公开了93阅兵的预演画面。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面呢是在天安门广场，为了要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80周年大会，非常盛大的举行。那么包括了教育部队，到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之外，官媒也公布了第一次的综合演练画面。也就是说，抗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反法西斯呢。我们的罢免还用法西斯纳粹的做法来进行所谓的罢免行动呢而在中国大陆纪念抗日胜利的这个阅兵，第一次被形容有个彩排，还封了北京大街，整个非常慎重的动员人数高达了2.2万人。习近平呢，在很多的这个外媒的分析里是特别报道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说中央军委呢有7席，3席空着。《纽约时报》甚至讲解放军陷入了混乱吗？损伤武统台湾的能力吗？《纽约时报》报道，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等在内的多名高层呢，陆续失踪或被查，所以连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将领也不例外，出现这个空缺的情况，都对于台湾现在台海的情况画上了一个问号，还有没有能力掌控？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些画面，预演的画面。包括真的正式上演的时候，就会知道到底这个秀肌肉的军武的状况有没有像美国媒体讲的，非常七零八落呢？而陆军的备战的状况，用各种秀肌肉的行踪来公布的画面里，大陆第3种6代战机疑似现踪，这个是美国媒体说的疑似，因为这个真实的定位不知道在哪里，他推测可能是高端的无人战机，或者是专门帮航母设计的舰载机，凸显在这个新一代的空战里头，又多了多线布局的新机种。但 Political 的报道是，川普呢39%的关税重创之下，瑞士本来也要买 F-35战机的美国的军武的采购现在频频受挫，印度也说不买了嘛。那这个瑞士也说，本来正已经下单要买的 F-35呢，直接先取消了。南欧国家里有西班牙5%的占比军费杠上了华府所以它是第一个退的。瑞士39%的关税很重，也酝酿取消 F-35的合约，看起来只有我们还是继续吗？也买不到。好，那中俄海上联合军演里头，看到中国大陆的海军新形态的舰艇是绍兴舰，这2天我们也看到了，这是自主研发出现的这个新形态的绍兴舰加入编队，也引起了国际媒体很多的关注。其中国际媒体关注的是美俄这一次的峰会马上登场了，就这几天了他这个在峰会登场之前呢，川普讲了一些话，他特别讲，在阿拉斯加举办会晤普京的这个活动，会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谈，确定普京是不是愿意达成协议，2分钟就知道有没有可能达成进展。2分钟如果谈不下去就走了吗？不知道。但泽连斯基到底能不能参加？川普说他会告诉普京，你必须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的话，普京真的会听吗？那下一次会晤有可能才是泽连斯基跟普京，或者是泽连斯基跟普京我3个人，我加入他也可以，需要我的话，否则的话，他们甚至可以自己谈。这个试探性的会谈什么呢？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土，但是我们会努力收回部分领土，已经摆明了，就是有些部分的领土，你就是要乌克兰让。那再有办法达成这个试探性的会谈，要让多少？那乌欧的领袖8月13号有个通话，当然也传这个媒体报道说，乌克兰是几乎欧洲国家一个一个在打电话，拜托他们阻止两国美俄来决定乌克兰的命运嘛。那对美俄峰会展开最后的游说，
其中，俄罗斯的副外长谈到普京跟川普会谈哦，他表示希望接下来促进美俄关系的正常化，其中直接指的是恢复空中交通。俄罗斯已经被制裁了蛮久的，战争也维持了3年多了。那现在看起来，美俄是全面要恢复了吗？李正杰将军，我们看这次阅兵哈，其实93阅兵确实是一定很精彩哈，不管是你懂还是不懂，不懂的人你看热闹也很好看，懂的人你看门道也很精彩哈。那我们先讲什么是热闹，热闹就是正步分队嘛哈，这个大家看到整齐一致的通过阅兵台前面，那很热闹也很好看。那你要什么样看门道呢？就是后面的空中还有地面装备的展示，什么样的武器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我这边可以跟各位报告哈，徒步方队听说有11个，第一个走在最前面的是仪仗队，后面来讲有10个部队好走在后面，徒步分队11个。那后面来讲的话，地面的装备分队有27个。空中有10个哈，总共这次受展的武器，这个地面来讲有40种的装备受展哈，总共有500多件装备受展。空中来讲的话，有20种的飞机会飞过去，各形式的飞机，那总共有200多架。那当然，这个是后面来讲，大家期待就是这次展示出来会有什么样的武器哈，因为历次。这个解放军他每次办阅兵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横空出世的武器哦。那大家会预判会不会这次有东风27出来啊，或者是更新型的这种 AI， 甚至于机器狼会不会出现哈？机器狗会不会像这种无人装备会不会出现？那第二个，我这边讲的是，如果说你要看热闹，就前面那个分队，我跟你讲，那个前面分队哈，你知道一个分队有多少人吗？350个，我特别很认真去算哈，他一个正面25个人哦，像赖老师就知道25个人，我跟你讲，10个人跟20个人，那个难度训练的难度是增加，不是增加2倍，是增加10倍以上啊！因为25个人，你看那个25个人，那总共14排，也就是一个方阵来讲的话是350个，再加上前面2个指挥的哈，他们是一个指导员一个政委，加起来的话从352个，那10个方队，你知道他们整个踢过去。总共是要踢几步吗？多少时间吗？我跟各位报告哈，他们每一步哈，这真的是为什么要预言？因为精算到秒，从开始出发到通过1分06秒，就刚好是这么。大家不要小看这1分06秒，我们经常讲说是台上这真的是台上1分钟哈，台下最起码是1年功，他最起码练了1年才可以在阅兵台前面走过那1分06秒的时间。他每一步伐是0.75公尺哈，然后每一分钟。每一分钟他是走116步，也就是每一分钟他前进了87公尺。那阅兵的距离长度是96公尺，总共来讲要走128步，128步是1分06秒。那你想想看，这么多人要同时不要小看这1分06秒，要同时精控到这么精准的通过，其实上这难度是非常难的，尤其是说你通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有几条线哦。这个他们整个正面分队，他们号称6条线呢。第一个帽子是都在同一条线，然后下巴都在同一条线，尤其是摆头敬礼的时候，然后肩膀在同一条线，那握着枪的高度在一条线哈，这个手在同一条线哈，脚踢出来的这个膝盖到脚尖都是在一条线上面。所以你这个训练一定要训练到这些人，这个肌肉来讲记忆到一致。那你想想，就算这10个方队，一个方队350个人，10个方队3500，这个20个人来讲的话，还不算齐队哈。那你想想看，这个难度哈，事实上是非常难的。所以说，这个当然建议各位观众在9月3号，听说是早上10点钟正式开始。那不管你是要看热闹，还是后续要看门道，看有什么新式的武器展示出来，我觉得都很期待哈，看到这次的这个国庆阅兵的表演。最起码我们看到这雄壮，但是我们特别跟我在这边也特别跟部队真的代表士气。从一件事情，同样都是美国阅兵，这次美国阅兵，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下。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军他们回来，那些打过仗、打到胜仗回来部队，他们走在马路上面，同样一条街走过去，那个部队的气势就不一样。打过仗的兵，每一个都雄赳赳、气昂昂、抬头挺胸。但是这次来讲，真的是你看美国阅兵，每一个垂头丧气，跟保全在逛大街一样。岳老师，我必须要强调哈，这个阅兵事情的话呢，挑在9月3号阅兵啊，这个5月9号，这首先呢有3层意义啊。第一个的话呢，世界大国
就是包含这个习近平主席都到了莫斯科去看俄罗斯阅兵嘛，然后的话呢，各国法国阅兵、美国阅兵，那美国阅兵的情况，刚刚我们将军也介绍过了不能说垂头丧气，但是暮气沉沉了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9月3号的话呢是基本上我们这边叫军人节嘛，也就是日本受降的日子我觉得这次阅兵的话呢，这个方向的话呢大家其实不言可喻，配合现在演了一大堆南京照相馆啦然后那个918要上演这个影片什么，大家心里都会慢慢知道，就是说这个是确实有针对性的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从去年的6月26号开始有各式各样的飞机出来，我真的蛮期待，因为现在看到的是在地面上走的嘛，没有看到那个空中的跟那个装备的嘛。他现在用布盖起来对，你听我讲吧，我这个最期待的装备就是一个那个机械狼的列队上面架个机关枪什么的。那另外的话呢，这个天空飞了2、3架的6代机，我必须要强调，最近发射的这个6代机的话呢，我所得到的侧面消息，我不是军迷但是我得到消息是确实是6代机，而且是西工大里面所做的，西北工业大学做的因为他们有 paper 什么的，我跟人家特别询问了一下当然这是机密并不知道非常清楚，但是3架6代机出来，从这个歼36、歼50，再加上现在这一架，的的确确让世界为之惊艳，都不晓得中国到底强到什么地步。我这边稍微强调一下那个美国人的报道讲说是这个有一些我觉得刚好相反，这个不是说是这个权力分散，而是刚好是权力非常集中，要办的事照样办要办的照样办，然后呢阅兵的话呢照样表现出来可圈可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我要针对于这个双普会就是有关于川普跟普丁的见面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大双簧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普丁会接受跑到阿拉斯加去的话代表的话呢3层意义了。第一个的话呢，因为普丁这个人的话是说到做到的一个非常狠的人，他是特务出身的嘛，对不对？他做事他会跑到美国去的话呢，就是已经接受一些条件。然后第二个，川普要知道感觉说我们在前几分钟就会让大家惊艳了就是说他说的是好像很不确定，其实是蛮确定。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他们都不让泽伦斯基上台泽伦斯基变成菜单这个讲起来，那欧洲变成什么呢？欧洲变成说是叫得很大声的观众了根本没人理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普丁接受的条件呢，就是维克夫里面讲到了，所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可以不用和平，但是可以要停火。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占有的领土就是你的。然后第3个的话呢，美国的制裁会取消。所以我基本上认为，川普打算过明年可能要到莫斯科去办选美了选美差不多吧。是。93这个日子当然要纪念了因为93很明显的就是日本的投降日嘛，在我们的中国的战区所以每10年办这样的一个大阅兵，其实有它的意义，也有它的这个价值在里面。那也就是说，提醒国民永远不要忘记，日本曾经侵略中国，而且杀害中国这么多年。他也占领过台湾50年以上，也占领了这个东北也30几年。然后他在2次大战的时候，他杀了中国人几千万人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事实。那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大陆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来讲，它一定要保持一个整军经武那么要让各方面都处在于一个强盛的地位，让世界各国不敢再侵略中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宣示。那一般来讲，在阅兵的时候以中国大陆的规矩，也就是展示出来的装备都是现役军队已经在用的，所以它已经形成战斗力，有编制有编装，然后是用在战场中的。那没有展示的可能就更多了，但是展示出来的都是已经编制内的。这个就是会引起所有的军事专家的兴趣，因为他会根据那些武器装备，不管是空中飞的或者是地面的，或者是徒步装备中它本身所展现出来的，它属于代表空军，或是代表海军，或是代表潜舰兵，它的所有的那些编列方阵，或者是导弹兵，那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说，大陆现在的军力、作战武器装备已经到什么程度，战斗力到什么程度，这很重要。那你刚刚提到了有很多的高阶的将领，好像怎么在这个8·1建军节的是大陆的建军节怎么没有露脸有人认为说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被调查了？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这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大陆的反腐已经把它法制化了，它形成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
调查一个案子，如果说就像一串葡萄一样，查到哪一个阶层就办到哪一个阶层，那一点都不手软。我觉得当它成为法制化、制度化、体制化的时候啊，那会让这些贪腐的人员会越来越不敢贪，也不敢贪，也没有必要贪，他会越来越收手。我觉得这个是让一个国家政治清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如果它形成一个法制化的机制，我觉得中国大陆它未来的走向就会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清明。相对来讲，我们从来不敢查，再高的官都可以动的意思。再高的官，再重要的位置都照动不误，这不得了。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法制化的机制，那简直是不得了。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来看看几个最新的民调，几乎最近的所有民调数字趋势都是一致的。最新就是 TBS 所公布的民调结果呢，对于民进党的满意度，前一节我们已经谈到了，不管赖总统或是卓院长两个人民调的支持度都已经创了新低，掉下了30%以下。而在政党的部分交叉分析，民党的满意度呢，从民党支持者直接本来7%2的满意度，已经直接下跌，本来8%2到了7%2，下跌了10个百分比，是指民党自己的支持者哦。那国民党几乎是不变的。而在这个民众党的部分呢，则是上升了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整个政党自己的光谱里，基本盘都产生了移动吗？中间选民最大，为什么标题这样下？因为呢，这发现很多选民因为可能来自于对民党的不满意，因为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嘛，民党的下挫7.1个百分比，直接是不是有些不知道去哪里了？但是没有支持的所谓中间选民往上升了2.4个百分比，换算人数当然是蛮多的一个比例的升高。但是赖清德的危机什么将至，他现在已经是在一个危机当中。他上了1年多以来，整个满意度已经10%以下，已经不到30%的满意度。来看它20+N 是直接3重打击，对于所有的这个厂商来讲，以至于风向变了之后，很多大家这个名嘴们的意见也变得风向了哦。像伟汉他就说，外界质疑政治上的考量，拿4月的图片想反辩过去3个月全台湾都误会了啊，就是官员认为我没有错，我没有不告诉你，是我早就告诉你，是你们不知道。就我们上一节讨论的这件事情，这些说法呢，连民党立委都不清楚，除了吴思瑶出来辩护以外，该如何说服民众？而陈时奋也说，像王一川啊这种白什么发言本来是小事情，所谓的这个厌女的风暴啦，但是在性平部民进党大张旗鼓批评后，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令人不了解的是，为什么党中央到目前仍然神隐，放任双方公开校正？难道不应该有人出来告诉大家民党立场是什么？对于性平的立场跟坚持，哪一边是你们比较坚持的价值呢？就当作没发生啊！你们小孩子自己吵，大人就当没事吗？当赖清德的民调一直在往下探的时候，邱毅认为有5大原因了哦。那其中他认为这个一大堆的这种现象，造成了台湾从来没有出现破坏体制领导者到这种地步的，以至于不相信赖清德还有任何连任的可能。他甚至认为搞不好他党内先把他围剿，提早下台。而韩冰哥他讨论的是说，很神奇的是，当民进党在讨论726为什么败的时候，除了讨论什么民进党不够支持啊，民进党切割啊，还说居然民进党弱势，在媒体上的弱势都变成一个理由，哇！那个大家听到就叫做活见鬼。如果民进党在媒体上是弱势，不知道我们算什么？我们是稀有动物，濒危的动物。当他说绿民11年前当年有11扣党内互打的这个螺旋，现在民进党已经在发生了。但是党的路线呢，稍微有疑问的时候，是直接被围剿的哦。
王世坚啊、林卓水这种围剿的这种方式呢，甚至性平部都是啊，还喊媒体偏向蓝白，营造受害者的假象嘛。不止国内的媒体，其实绿营媒体还是很多支持的声音啊，或者是不谈啊。但日本媒体呢，本来过去偏右、跟民进党友好的媒体，现在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一位这个林权忠老师发布的一个文章，认为大罢免之后，连读卖新闻啊、产经新闻啊都发表评论，很直白的对赖清德唱衰，认为他这个大罢免已经违反了民主常态，也让台湾陷入了一个很重要的灾难，造成他自己执政上的危机。而小立元再补一脚啊，他说其实不止这2家啦，还有连这个朝日新闻也是啦，几乎是右派的所有的媒体都一起对于台湾的罢免政局不乐见的态度。本来支持友善，现在也开始批评赖，不就是因为失败了吗？而这个失败先前但这边都不讲因为大家在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全世界跟不上台湾，全世界只有台湾这样干大罢免的时候，他们还不讲话。只要你失败的时候，在伤口上再踩一脚，就说这个违反民主嘛。那当南韩的官员这个新闻闹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这么的夸张？说是南韩的真相和解委员会的委员长发文的。他说事情发生3天了，还是很生气。本来约了8号要见面的，我们的官员呢，突然在前一晚临时取消行程，让他们呢精心订了什么中华民国国旗主题，表示非常用心的花篮，还有高级的韩式餐点啊，交换礼物啊，通通都白费了。花纳税钱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他认为被无理的行为让他感到极大的羞辱。那这当中他讲了很多啦因为后来是9点的行程被取消，结果发现这一团访问团11点照常在同一个饭店一样有别的活动进行啊！你前面的给我取消，就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结果11点是想起不了床吗？11点就在同一个饭店参加别的活动，那叫他们情何以堪啊？这个是在报仇吗？因为先前不是被李在明被问说，对台湾如果万一有两岸有冲突的时候会不会支持台湾？他只说了谢谢嘛。这个谢谢被说外星人入侵再说啦这种说法是不是也在报仇吗？是赖清德的报仇吗？但外交部更尴尬的是，他也进一步解释说，这个政委林明昕他不讲还好，不讲已经够惨，再讲更惨。他说因为我不懂你们本来已经告知你们之前，你们还接受了当晚，那不懂你为什么转变了，好像不见得变得很奇怪。因为跟他联络取消应该是联络人吧？那他的主管不开心，你有联络到人家吗？然后呢，他说这个我们是因为预算被删，还有冻结拮据的资源才能够维持业务的运作啦又是蓝白的说，因为删预算，你可以不去9点把它取消，去11点的，这到底是跟预算有什么关系？相对于此，又为了外销再转内销，我们现在台湾的外交没有那么惨啦美日关系、美台、美日、美韩都还是最好的关系啦那我们加一个邦交国，有可能再加1吗？用外媒的报道转内销说，美国的媒体写说因为洪都拉斯对于白虾没卖成。然后跟中国的这种合作没有承诺，没有成真，所以准备要回到台湾的怀抱吗？真的吗？我是不知道啦，赖老师。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看到他的情况每况愈下，民进党的支持度也一直往下走，赖清德的支持度也在往下走，卓荣泰的支持度也在往下走。其实看在在野党眼中，其实是蛮开心的。因为如果这种趋势一直往下的话，那很明显的明年大概也就结束了9合1选举，那民进党还有可能继续败，接着那就是再过3年多后的选举，也就是到现在3年多后2年多不到3年了那赖清德搞不好就又败了这个其实很多人是蛮开心的，就是说哎呀，这个人赶快下台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刚刚提到的有关于这个20%的关税问题，好像在挤牙膏一样第一个，它是黑箱，从来不让我们知道你郑丽君到底到美国你是跟谁谈。到今天为止，我们不知道你跟谁谈，你是一个副院长，你到底跟美国的什么层级的官员来对话？这点你从来不说。保密协定。
对话哪有什么对话的对象哪有保密协定？至少要告诉我们哪几次的会谈谈了谁，对啊，有哪些内容有歧义。你跟谁谈嘛？这不是保密协定嘛？然后你谈了怎么样？谈妥了还是谈不妥？你至少大概的方向嘛，就是说我们谈崩了或者没谈成，但是都没有嘛。我们是被告知克20%嘛，那怎么会是这个下场？而且后来再挤牙膏说是叠加，那也就20加 N 嘛。没错。那这个就让台湾的厂商就急了跳了，然后现在关税已经开始实施了嘛。对，你说还要再争取，那不是他还要再争取是未来事，已经实施是现在事，活生生就已经被剥了好几层皮了呀。那这个船在走嘞，然后这个货物要上船嘞，那你到了对岸去，到了美国去了以后，他们的进口商开始不愿意支付这个关税，或者是觉得这个关税的问题有问题，他到时候打电话来的时候，台湾厂商是出口商要接这电话。你刚刚说我们的官员说暂时的还没有确定。他说那是你家的事，可以吗？当然不行。我们的海关就是你就进不了关嘛。那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企业来讲，他就不知道该出货还是不该出货嘛。那这个问题都越来越严重，都不讲好。接着我们看到大罢免，而且还要干哦，823哦，还要干哦。那罢免当初不是一直在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过程吗？可是所有的民主国家都眼睛掉下来说，如果选输了可以赖账，就推动大罢免。那今天总统或者是哪个国会议员选输了，他们就推动大罢免，那就没完没了哎，满1年就给你罢免，满1年就给你罢免，全世界没有人这样玩，大家都知道这不叫民主，但是他们还可以把它说这才是民主，那不是打脸所有的欧美日等这些国家吗？说他们都是不民主。就我们才是最民主，所以现在真的台湾的处境，看到整个民调数字，民进党会有觉悟吗？今天是看到卓荣泰在立法院讲了，搞不好改组啦，还有致歉啊，我们沟通的不良啊，但问题是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还是会更严重，惨只会更惨。我们连新台币又回来了，29.9，快要30又回来了。林明正不解为什么对方批判傲慢无礼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有一个这个男生跟一个女生讲说，我们礼拜天我们去看电影，那女生很期待，然后打扮得很漂漂亮亮，穿上漂亮衣服，然后化好妆这边等你，就男生突然跟她讲说，我妈说今天晚上要陪她吃饭，所以我就不能去了。那女生一定跟你讲说，我了解知道，我们就不去了。那我试问一下，各位想想看，这个对方那个女性会不会生气？当然会生气啊！你已经跟我约好了，结果你认为说有别的事情比跟我约会还重要哈。所以韩国呢，那你政委其实也算是一个部长级的职务，你居然连这个都不懂。所以我们看到赖清德他用人他用人为赖只有他信任的人，只有他相信的人用人为赖我们看到包括经济部长郭志辉已经出了多少包，包括这个政委干这种事情那你连这个道理你要说我不解，这怎么会不解呢？所以我认为说是赖清德他民调会这样跌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早就可以预见，已经那时候他刚当选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对政坛每一个个性很了解的人，那时候讲过他是赖一届为什么讲他是赖一届？就因为他的个性嘛，什么样个性造成什么样的人。他当台南市长的时候，大家都记得他232天没进议会，他就是很拗很犟，我就犟在那里，一定要你。那我们看到他从这个去年这个当选总统，520就职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我们在民生方面有没有看到什么政绩？平常讲真的是完全没有感受到。我们跟民生有关的，只看到电价不断的要涨除此之外，没看到任何这个具体的政绩，福国利民的政策完全说没有。但是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傲慢用4个院的力量来对抗这个立法院，你只要立法院做什么事情，我就是给你这个复议，然后申请这个释宪，就这一套，然后重新打回去，然后不断的抹黑，然后抹红，还给你扣上一个帽子，说你是舔共。那对这个在野来讲的话，更是不用讲了。你执政居然对在野党用大罢免的手段来对付在野党，那现在好了，现在这个关税现在搞成这样，全世界其他国家都知道说是团结一起来跟美国谈判来干嘛，然后在野一定当执政者后盾，
可是你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你居然要去罢免在野党，那试问一下，我们将心比心，在野党这立委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怎么可能跟你真心的配合，让共同度过这次国家的难关呢？那后续来讲，你行政院自己讲的会有42000人面临失业。或者是这个减薪，还是保守估计哦。对，这是那你行政院讲的话，大家相信吗？我觉得乘上10倍都不为过了哈，因为如果产生扩散效应，譬如说是我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工作，我自然就不会去消费，我不会去消费，那个柜姐她东西又卖不出去，是不是一连串的效果就会出来？对执政党这些官员来讲，你心里头只想到你的官位保不保，因为对你来讲没有差，32%几%叠加关税，这也没有。但是对那些升斗小民，你要知道，对一些劳工阶层来讲，他现在每天紧张不得了，所以他一直希望说，到底会加多少关税？那是攸关他以后的这个是家庭里面的生活要用的钱。他当然会担心，所以他急着想知道啊。那一些立法委员也急着想替他们问啊。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执政党的傲慢不讲。最后我认为说赖清德很明显的，他连自己人都斗跟对岸斗也就算，你连自己人都斗。我们看到你在勘灾的时候跟赖廷飞是什么？这个不是这个陈廷飞是什么态度？看到你对其他的王世坚是什么样的态度？你不禁让我们觉得说是你难道你就是这么斗的个性，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你都要斗到底吗？民进党这个民调支持度，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是，民进党官员们从上到下到立委都有一个现象很厉害，就是要推责任的时候的话术，一次你就是把人家约会，南韩的官员把人家放了鸽子嘛，那取消了嘛，人家不开心嘛，他可以继续推成说是蓝白战预算，或者就是说不明白啊，他为什么会不开心呢？明明就已经谅解，几乎是从总统府现在关税的做法也是这样，一直到连最小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会议都是这样处理的。我觉得话呢，民进党在外交部分呢，确实应该提高警觉，要注意一下，因为韩国过了3天以后的这种表述的立场，基本上是打脸性质啊。因为这种情况下，你说你道歉的话呢，他不接受你道歉，说你无理的话呢，要知道这个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的话，要打脸是天经地义哦。在这种情况，他只要不理你，就是符合规定。那么跟谁有外交关系？那当然跟大陆那边了，对不对？日本如此。日本的话呢，读卖新闻的话，另外加上那个小笠原信信的话呢，它里面特别强调说，不单单是只有这个读卖新闻了，另外还加上朝日新闻什么的，这些说明韩国跟日本的话同时得罪。我觉得民进党的人员要看清楚，美国的 Christian Huyden 发表的那篇文章《台湾如何失去川普》的这个文章当中，你仔细看里面一开始我看原文的时候，把说所有川普最讨厌的地区就是台湾，一开始讲这句话，所以说要特别注意，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联合起来出现这个讯号，对民进党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民进党这个时候应该派出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外交官就像外交部长像林佳龙那样子，像纳坦雅胡一样在纽约的讲话，那个感振振有声。但林佳龙讲话都是我第一以为他要讲台语出来根本都搞不清楚。这个时候我们的外交部分因为我们外交处境非常特殊，就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民进党这是对外的情况下就不行，然后尤其是关税谈判。为什么关税谈判让我也非常生气？大家要了解，关税谈判就是我的钱不是国家去，政府没有钱的，是我们老百姓的钱开口闭口2000亿、3000亿，我们辛辛苦苦存的钱你以为这个是什么吗？它能够代表我们，是因为代表我们的荷包这我们人民有知的权利这个关税就是主权是比实际上的权利还重要你关税实际上跟你的房子是有相关的，这就是你的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知的权利，我们要看到你跟谁谈出什么条件来。我虽然不是做生意的，但是我也非常了解我应该有的权利最后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我觉得王一川的问题我看了个半天才搞懂，真的是超恶心的。我不是上这个节目不读这个新闻，我跟你讲，恶心的要死，连女人要买的多少这个什么保护皮肤的，所以2400块钱，你土的要死，我都不忍心讲。你还台大土木系毕业的人，你不知道女生的保养品贵的吗？而且你为什么提出来的，对不对？这不性别歧视吗？所以这是民进党现在的价值，也是民调往下崩的原因吗？但是我们连外交都这样处理的时候，哇，真的是台湾是丢脸丢到国外去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